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嘛，它是利用爱国主义来凝合这个国家，它没有民族主义，因为各民族很分裂。你说在中国这么安全的环境生长的孩子，什么时候会把学校第一天给学生做的安全教育当真？告诉你说啊，如果发生枪击案，你应该怎么办？以一个什么姿势躲在什么样的公众障碍物，比方说汽车是哪个部分最防弹？怎么打的这样子还5-5分呢？5-5开啊，就感觉让大家觉得说，哇，这样子你说美国你要来保护台湾，很多人是不太敢相信的。那其实在可能他们会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先把郑丽文打下去，后面慢慢再来收拾韩国瑜。也有可能他们会觉得说，今天他们只要拼命去打郑丽文，至少他们可以拉拢到国民党内部亲美派。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两岸圆桌派青年说。看到我们的画面上面呢，已经来自两岸的自媒体博主们，大家齐聚一堂。那我们今天呢是要依照个人的经验还有观察角度来谈谈美国社会变化以及它这个兴衰背后，我们的观察分别是什么？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参与的来宾。首先，先来欢迎波士顿圆脸，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好，再来欢迎历史哥。大家好，大家好。还有苏恒，大家好。好，那我们就直接大家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话题哦。首先，我们就先从圆脸开始好了。圆脸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大家都关注到说，今年是美国建国的250周年嘛，对于美国来说，其实真的好像是一个多事之年哦。特别是我们圆桌派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听到香龙哥啊、信强老师哦，他们就讲到最近一次去到美国，看到飘着大麻的纽约时代广场，以及街头到处都是折叠人纸骗人，这种大家觉得原本是一种都市传说，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透过镜头或者是实地走访看到了这些景象。那圆脸过去也在美国留学嘛，那你做自媒体也有许多对于美国的观察。从你的经历来看，这些年美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有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呢？圆脸。那好，感谢邀请啊。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觉得原来的美国就是这样，只不过现在大家认识到了美国的另外一面啊。以前呢没有这个机会去认识美国的这一面，有几个方面原因啊。先说它现在发生的问题吧。大家看到了，比方说公共空间的全面溃败和私有空间的极度堡垒化，时代广场飘着大麻味啊这样的问题。其实40%的美国的学生，高中和初中接受民调的时候就愿意承认自己吸过毒，这个当然也包括大麻了。所以40%的这个范畴呢，闻不到大麻味儿，那属于自己不愿意闻到，不是说它没有，这一直都有。第二个就是私有空间的极度堡垒化，像马斯克、像 Bill Gates 这些人呢，伴随着爱普斯坦案的释出，大家看到了这些光怪陆离的五花十色的花花世界背后，他们很肮脏的一面。那原来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话，或者是没有一个宏大环境的变化的话，它不是说不存在，只不过是不在公众能够接受的信息范畴内啊，不让你看到。第二个是国家能力的私有化和政治极化的不可逆。这个呢，很多人会认为说是特朗普上台造成的，但是有点倒果为因了啊。特朗普能够上台，就说明这个潮流已经不可逆。再加上疫情爆发呢，这个其实和2008年的时候次贷危机的时候就有点相像，那个时候的种子已经种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就是里根唱出了 MAGA 这个口号。为什么要搞出 MAGA 这个口号？为什么后来有茶党？他叫 MAGA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意思，他认为现在不伟大嘛。你要是觉得现在伟大的不得了，你说什么再次伟大嘛，对吧？所以说到了今天呢，政治极化导致国家能力瘫痪。我们看到通过什么加沙和平委员会啊，特朗普要自己的女婿库什纳读了10本书，就是管中东的外交，还要赋予他们免受法律制裁的世外法权。这是这2天的事情，在搞这个公共服务私有化，私立监狱、私立安保、私立移民拘留中心。这个法院判决说可以把外国人全部拦在边界，不让他们入境，把孩子也一并驱逐，把他们搞到非监狱的拘留中心等等。那么私人雇佣军治国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还有呢，就是叙事霸权的解体。原来我们看美国有一层好莱坞滤镜，也觉得美国反正什么东西都好的。现在有了社交媒体之后呢，加上美国全球的各种表现，再加上对美国国内的犯罪以及案件审判、刑事司法的透明化的复制粘贴，所以大家的滤镜碎了一地啊。总而言之呢，不是说美国原来不这样，是现在的我们终于第一愿意发现美国的另外一面，
第二呢，就是有了自媒体以及其他的相当平权的让信息扁平化传播的媒介，让大家能够更加方便、更加便捷的得知另外一个方向的美国。其实很好举例子，像塔斯基梅毒实验啊，以及后来这个普渡和麦卡锡搞出来的Oxycontin 啊，还有这2天刚刚爆出来在美国的核航母上发生聚众的吸毒LSD。其实2018年的时候，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面也有聚众吸毒的，往前也有吸毒。那甚至为什么要搞这个吸毒零容忍？为什么后来搞 HPLC 联用？要检测大麻，然后一步步的为了逃避检测，再到可卡因，再到海洛因、冰毒摇头丸，再到现在的 LSD， 都是不断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追随美军希望吸毒和强奸妇女的脚步呢，毒品的贩毒集团和研究毒品的人不断的升级自己的制度工艺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真的愿意研究美国历史，可以发现原来美国也是这样的，只不过还是那2句话，一个是大家愿意相信啊，原来美国有另外一面。第二个是有了一个便捷的媒介，可以不这么花钱的，在什么机密报告里边能够发现，原来这个是事实。袁连，我想问你哦，因为你是算蛮早期就开始在做跟美国这边，就是从你的视角来告诉大家一些美国真相。过去有没有一些人觉得你说的他是不相信的，觉得你是还刻意在抹黑美国？那你这些年的观察下来，有没有一些人反倒是现在才看清楚，还过来跟你就说承认认错，说啊原来你早就说对了？这样的人其实每天都有啊，但是这样会产生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了解的多了之后呢，会对所谓的一切祛魅，这是个挺危险的信号。就是说，美国的另外一面真相呢，真相有很多部分，是吧？你不能只讲一边，让大家更加全面的认识一个事物是做媒体的人，那么媒体道德或者新闻从业，说的应该追随的东西。但是呢，祛魅美国之后啊，有一个另外的问题，一个挑战，就是不要觉得说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祛魅，都是很无聊、很无所谓啊，凡事就是没有好的。因为祛魅了美国之后，很多人认为说啊，这个世界都没有真善美了，把他们心中的这个美国真善美的形象给击碎之后，他们就认为说啊，那我整个连着世界全都祛魅了，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的啊，想必跟美国一样吧。你以后再跟我说任何东西是好的，我一定要找这个东西一定是坏，不坏我浑身难受。就不要太极端，就是那伴随着社交媒体另外一面啊，就是极端的情绪、假新闻、AI 造假。以及对于垃圾内容的商业化的便利的传播呢，对整个世界的社交媒体产生了重大的挑战。所以说，一方面呢，对于那些认识到原来世界还有另外一面的观众来说，我很欣慰；但是另外一面呢，要严防说不要走得太过了，变成一个全民狂欢的民粹反制热潮，那对国家的发展，对于我们建设人民共同体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对，都不要太极端啦。看到现在的真实的情况啊，而且要做一个准确的评估，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变成极端化了，就说啊，美国没有一件好，那这样可能也会变成，你会错估一些形势哦。那接着我们来问一下历史哥，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也都有一些相关的新闻，就是说都会传出一些现在因为小红书很多美国人去注册了嘛，很多美国人他们会在小红书上面哭诉，他们也是透过了，比方说像小红书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状况，怎么跟中国一比起来，哇，这个活的简直是在地狱哦！所以现在美国很多人都有感受到一种焦虑。那再来就是，比方说2026年奥斯卡的得奖作品《一战再战》当中它的核心故事呢，就是围绕着一个陷入危机的父亲与白人至上主义展开对抗。那这个其实就是讽刺这种理想主义。跟这个现在目前社会极化的一种这种就是挺讽刺的那种感受，把它呈现出来，以及2024年在美国内战当中也有一个灵魂质问，他说你是哪一种美国人？所以现在其实美国人他自己内心是产生一个非常极大的焦虑，就是他们自己都跟以前的美国是匹配不上了，他自己现在呈现了可能日子都过不下去的那一种焦虑感。那历史哥你怎么看待现在美国面临到的这种撕裂跟焦虑呢？首先，我现在呼应一下刚才有点所说的这个过度的过于不及啊，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做美国祛魅工作的，不管是各种的讲者、网红或者各种博主啊，还有很多的老师，但是都会面临一个状况，就是也许博主本身或者是讲者本身他并没有去强调这一块，但是他的观众对于这块感觉非常的兴奋跟嗜血。哇，太好了，就知道你美国烂透了啊！你就是你最烂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美国讨论跟观察的时候的一个困境啊，就是说
当你没有把美国讲得够烂的时候，有的时候观众反而不满意了，他反而觉得说你在替美国捍卫啊，在替美国美化，因为这个波士顿原来也是我们老兄弟了嘛，这个他做了太多这个美国科普的事情了，我觉得看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会有人去做这种攻击啊跟批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一下。不够猛，反而人家流量不够高，是不是？现在大家已经有一个预设期待了，说一定要骂到一个狠处才行。我觉得这个事情翟轩肯定体会比我们深嘛，因为翟轩以前是在电视台嘛，在传统媒体。对不对？因为传统媒体以前这个下标定标哇，那简直是八大公七大爷，一定要收缩到最上面，对不对？然后还要这个总监放行才可以出去，要很小心四平八稳的。可是现在的标题，我们的节目下标都是说美国完了，美国是，这后来就开始变成美国完了。对，因为不就是新媒体 YouTube， 对，就比如说 YouTube 啊，或者各种新媒体出来之后，他被迫得往这个方向去靠嘛，因为你下得不够狠，没人要点啊。而且大家也知道，标题跟封面呢，这个决定了60%-70%的流量的一个来源嘛，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时政讲评的时候的一个困境哦。先跟大家说一下，所以大家更需要锁定两岸圆桌派这个节目啊，我们讲的还是要讲的比较这个公正跟全面一点啊。那当然，回到你刚才的问题的本身啊，其实这个原点所说出来是当今美国的一个结果。当然，美国从过去是不是就这样啊？是，但也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了解到，美国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能够成型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南北战争的话，美国根本是一盘散沙，因为它的南北落差实在太大了。而且呢，美国过去州权大的不得了，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刚创立之初的时候，他的这些 founding fathers 啊，就建国诸父们啊，他们其实对于到底联邦是个什么样，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意见的，有联邦派跟州权派。就 state power， 所以为什么美国的这个两院制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两院制？它的两院是上院权力比下院大，多数是下院权力比上院大，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在美国它的特别的地方。这样子这个独特的架构啊，也让美国呢它的权力相对是比较收缩的。美国它其实相对是一个精英统治，而且它的精英集团是一个比较稳固的状况，因为透过这样特殊的一个选举的架构，另外你也可以知道，在美国的总统它是一个选举人团制嘛。所以这种选举人团制，它经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把一些极端意见的排除啊，然后再泰选啊的方式呢，它可以做一个相对稳固的领导。这我觉得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比英国、比其他地方呢更加先进的地方是所在。看起来它相对的没有那么的普世民主，它的城南普选权是应该说这个普选权它是相对受到限制的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城南普选权从法国开始，然后到近代之后有所谓的这个全民普选权。那但是美国全民普选权它不是一票一票去选出总统，但这种过滤跟筛选方式是有办法建构一个比较稳固的精英领导阶层。可是这里面的暗流就一直都存在，比如说呢，这个1960年代以前，黑人是极度受到压抑的。那事实上，林肯打完内战说，那不是黑人解放了吗？黑人是解放，但黑人依然被压制。各州利用州权的方式，比如说教育程度啊、你的语言程度的方式来限制你的州权，所以他那个分裂的意向一直都在。再来，美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嘛，他是利用爱国主义来凝合这个国家，他没有民族主义，因为各民族很分裂而且很多人来了到了美国之后，虽然他自认为他是美国人，但是他依然有一些族裔的认同。比如说川普家族，大家就知道他是德裔的就是日耳曼裔的。那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家族来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甘乃迪家族是爱尔兰裔的，那哪个家族是怎么样比如说拜登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标签，而他们以这些标签为荣，他们也以他们的欧洲身份为荣。在美国你谈一谈呢，你就得说一说你自己的欧洲身份在哪里，顺便翘个小拇指这个说个2句法语这个展示自己优越的这个文化的优势。这就是美国很奇怪的地方。但是什么东西凝合了美国呢？其实是那个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是靠什么凝合呢？靠强大而不可被击败的美国。对啊，你感觉现在美国它这种精英主义自己也开始，也就是说美国自己产生了以美论吗？就是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自己不像以前的美国那么强大，有这样的忧虑跟撕裂感。是的，这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嘛。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个美国的历史，它原本它是一个很低度压力之下，然后猥琐发展起来，所以到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啊。他开始使点力的时候，有些有志之士就开始知道，比如说川普 2.0 1.0 的偶像叫雷根， 2.0 的偶像叫麦肯尼嘛，麦基莱总统。麦基莱总统就是开始在施展美国的帝国主义然后他的继任者就是 Teddy 是谁呢？就是老罗斯福叫 Teddy Roosevelt 老罗斯福总统就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嘛。
那他开始就是把美国的力量往外扩张，所以美国呢接连在美西战争之后，他就取得了菲律宾，就来到了亚洲嘛。只是在那个时刻，美国来的太晚了，因为这些列强从16、17世纪、18世纪、19世纪都已经玩烂了，这个基本上画光光了，非洲大猎都玩完了，所以美国到哪里就说open the door 叫门户开放政策。那这个就让美国的它的好像它的价值观上有一种天然的正确性，而掩盖了刚才袁连所说的，其实美国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狗屁倒灶的事情，这个被他的这种看起来崇高的道德观，像起来像弥赛亚在拯救这个世界所掩盖了起来。但是这些东西呢，随着到了20世纪出现了很多的失利首先第一个，美国受到苏联强大的竞争，所以他很迷惘。包含在越战当中，越战又导致毒品的大量的流布嘛，韩战、越战其实打硬仗他都输嘛。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代是整个美国国家转型关键。你刚刚问的问题，其实在90年代之后非常严重。为什么？90年代以前，美国还是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也就是工业为主的国家。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爆发，因为再无敌人嘛，人类世界终结了。Francis Fukuyama 每次都被我们拖出来骂一顿叫法兰西斯福山，他的人类世界终结，所以美国人放心在全世界上大搞那我就搞全球化，我这所有的产业都丢出去。哎呀，太爽了，对不对？我满世界发展，所以美国的股市空前绝后，非常的凶猛。然后呢，遇到了这个对手就把它摁下去嘛。比如说遇到日本，日本想挑战我，把它摁下去对不对？广场协议、东芝半导体协议，所以美国梦达到空前的繁荣。那时候台湾有一句话就可以印证这件事，叫什么？来，台大去美国，对吧？这个就是所有全世界的精英人才都到美国去，这就是美国梦。而美国梦又相应了美国的爱国主义，所以不管世界哪里的人到了这里，他只要回答一句话：你想不想变成美国人？想。至于美国人是什么不重要，因为只要当上美国人，那就是世界之王，那就是世界的天龙人，那就是世界的世界第一定。但是呢，这个积累，刚包含前面的，你看族群的不协调，黑人都被压制，少数族群都被压制。透过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嘛，那美国人很聪明，他发明很多名词来骗这些少数族裔，说哎呀，这个叫做 model minority 就是模范少数族裔，这个就掩盖了很多美国实质的问题。但是这些美国式的问题之所以没有爆发出来，为什么呢？第一，领导阶层长期利用制度是精英领导，所以美国的大方向不变，但是照顾的群体只有那一些所谓成功的中产，而且以白人为主。但是随着整个时间的递移美国的白人族群在萎缩，美国的中产因为90年代新自由主义呢在滑落，你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你只剩服务业的时候，你就会变成 M 型化，其实是 L 型化了，尖头的人很少。就所以当年不是爆发了一个运动叫什么 We are 99% 我们是99%。1%，那你控制不了这个数。可是原本这些东西还压得住，因为靠什么？靠了 CNN CBS Fox 这一些，不管左媒右媒，反正我通通宣传就可以打死了。听这个历史哥的分析就是结构的问题就从建国制度上面，本来美国就存在这些问题，综合袁脸刚刚讲的这些问题早就存在。再加上历史哥讲的，本来是有一套的这个制度可以压得住这一些问题，不让它被发现，或者是让大家被重视到。那我们总和来说，就发生在现在目前特朗普时代，大家就感觉说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美国也越来越混乱了。但是特朗普支持者当然不认这种说法，就说这个不是特朗普加速这个问题的暴露而是特朗普在找解方在替大家解决美国这个没有那么伟大，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他在做实事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美国梦这种幻灭周期性的挫折，我们应该是要定义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终结，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还可以再次伟大的呢？我们来问素恒。在我来看呢，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一个周期性的挫折。在我来看，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结构性上面的一个终结。按照逻辑来看的话，就是今天当你看到这个候选人，然后候选人他们会觉得说，我要如何去吸引群众对我的支持，我要如何去吸引选票，就是我可能第一我要提出一个对群众真的好的政策，第二个则是呢说我可能我要洁身自好，我要一个很好的人设的树立，第三个呢则是呢我要努力的去施政，让我们人民越来越好，让民众越来越好，我应该是要去做到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们先不要讲美国，就台湾的选举
看下来的结果，我们再来反推了美国的那个整个结果来看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到说，我刚刚讲的这3件事情是真的很理想，是真的很美好。可是真的，当你实际在放到选举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它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最花的是什么，就是钱。那今天一旦你要花很多钱的时候，我凭我一己之力要去撑整个选举的状态是不可能的。那我要怎么办？我就要开始去募款。我要跟谁募款？我跟一般人募款吗？一般人能够捐我多少钱？我捐你个1000、2000，捐给你个1万、10万，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可是问题是对整个选举的过程来讲，叫做杯水车薪。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前辈聊天，跟他聊天，他跟我讲说，因为我记得蔡英文之前在竞选的时候，他搞一个小猪铺满，就是你只要存满那个小猪，你可以拿去捐斗内给这个蔡英文，然后让他去，对，就让他去那个做那个竞选经费嘛，我必须讲，这个整个选举的操作做得非常的好，因为他就动员起大家的那个积极性嘛。就今天你愿意捐钱给这个候选人，你就大概率会帮他拉票，你会投票给他，所以他就动员起来了。可是我今天那个前辈跟我讲过，他说我告诉你，那个3只小猪，那个捐到满坑满谷，捐到死都不够他打一场选战。那我问你，这是他打一场选战背后要靠谁？要靠金主嘛？那我问，当这些金主都来自于大企业的老板，这些是超级有钱人的富豪的时候，我捐钱给了这个候选人，我给了这个政治人物，他选上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回报我啊，不然我为什么捐钱给你？真的捐一个理想吗？不可能嘛！一切都是生意，尤其是在美国来讲，一切都是资本主义。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就是当这个以色列去轰炸加沙走廊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美国校园有很多的学生是强力反对以色列的行为，在校园里面做了很多对抗，或者做了很多这个示威的运动，但最后通通被压下来了。我想在这一次的抗议行动当中，大家很明显的，这些政治人物们最后他们站在的是在犹太人的这一侧，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那如果说有钱人讲话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话，那所有的政策就会开始往有钱人那边倾倒，然后就会造成刚刚这个不管是袁脸还是历史哥所说的，那当政策往那边倾倒，那它呈现一个贫富不均的状态。当它呈现一个贫富不均的状态的时候，那它就会有更多的压力。那你觉得这个是对症下药，还是在加速这个过程呢？在我来看，我觉得其实川普现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说按照他原本的规划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对症下药。在川普之前，其实有传出一个叫做海湖庄园协议。按照海湖庄园协议的规划跟内容来看的话，正常来讲，美国应该它能够至少拉回一点点他们心目中所希望的那样子的一个轨道，比如说他们去吸其他国家的血来帮助自己，或者是说呢，他们可以呢利用所谓的关税，然后呢去逆差，就应该讲逆差，就是把它搬回所谓的逆差贸易逆差的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按照海湖庄园协议，它能够完善的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话，在我来看，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扳回来的。可是呢，在他整个海湖庄园协议当中呢，有一个是我相信是特朗普完全没有想到的变数，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变数。因为在他的理想的状态之下，应该大陆也是要投降的，就是他应该也是要这个跑过来跟川普讲说，我愿意来跟你谈话，我愿意来跟你谈判，我愿意来跟你协商，你不要扣我那么多的关税。正常来讲，大陆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大陆居然是有硬刚。就是当有一个人打起第一炮，然后告诉你说我不吃你这一套，并且他还获得胜利的时候，那其实川普的整个海湖庄园协议，他就有一个很大的破绽，他整个协议就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下去。那他不但没有办法把美国往回拉之外，同时他也还变成是加速美国的这个整个崩溃，整个崩坏。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大家本来会觉得说，美国很强大，我们没有办法去挑战它，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可能我要进贡啦，我要可能跟你买更多的产品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当大家发现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可以跟它对抗的时候，大家会突然间觉得美国不是单一的，不是这么这个伟大的，它不是这么唯一的，那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说，那既然你美国没有这么了不起，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你对抗？你没有这么了不起，那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来谈啊。你没有这么了不起，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某些领域我可以课你关税？就像欧盟现在不是提出来说要课美国的这个在这个数字上面的一些关税吗？那到其他的地方就会开始提出这些想法，那这对于美国来讲都是很大的伤害。那川普认为他可以用关税的方式，高关税的方式，能够去挑战这个特里芬难题。
他认为他可以透过高关税的方式呢，去改变这个美元的这个流向。但是现在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川普做的每件事情，没有说在他当时的设想角度来看，他确实是在针对美国很多的问题。对，他出发点是好的，他也真心是想要对症下药，但是没想到效果并没有他预期的那么好。等于川普啊，我觉得从去年至今啊，他现在是学会了要懂得不要用往下看其他国家，而是要学会去尊重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给他上了狠狠的一课，就是你要学会平视。接下来这个世界他是要面对一个就是他必须得要平视的中国了。那再来我问袁脸因为上回我跟袁脸还有馆长我们的连线的时候，其实我就讲到说，现在其实很多的留学生呢是一出国就爱国，但是袁脸不是。那时候袁脸有告诉我说，你没有一开始是就是说一出国才爱国，你是一直都是非常客观在看待这些。但是在你周遭有非常多可能跟你同一辈的留学生们，他们是有这样子过去是对于美国是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哦。那这样新一代的留学生对于美国的观感，特别是可能90后啊、00后啊，现在他们目前看到美国跟中国中美力量之间的拉扯就是跟10年前、20年前对比，你觉得在年轻一代他们看待中美关系的时候，心态立场上面跟过去也许你以前观察到的，就是很多人是崇拜美国而出去，现在有什么样具体的你观察到的转变呢？不少原来出去的留学生呢，希望在美国 H1B、OPT 留下来，是吧？然后天天大家都看说，怎么样能够抽工作签证啊，怎么样租房子便宜，怎么样能够拿 offer， 怎么样能够内推之类的。但是现在的留学生的群体呢，聊的美国问题可能更多是这个哪死了人，是吧？有枪击留学生，哪抗议了，然后哪个学校比较好刷绩点，哪个项目比较好录，它排名比较靠前。秋招能不能回来？这个留学生的学校到底还认不认，是吧 ？QS 排名是不是灌水了之类的？大家更多的还是说我读了美国的学校之后，我怎么回国更好的发展？那是考公考编啊，现在收不收留学生啊？哪些地方是吧？哪些岗位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心态上就出现了一个转变，就是你这个出去读书，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大部分出去读书的学生还是要为了就业的嘛，对吧？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对于美国社会环境稍微有一点更多的理解了。还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波士顿是个大学城嘛，100多所大学，在非常著名的 MFA 还有哈佛的 Kendall Square 附近有相当多抢劫的，抢得多了呢，由于波士顿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去那儿，所以抢出惯性了，知道中国学生他父母儿行千里母担忧，会给很多钱。然后呢，又知道中国学生不太会报警，也知道当地警察呢，反正也不太会出警，因为大家反正街上都没有监控的嘛，对吧？你又不在那儿跟你人搏斗的话，警察过来谁管你死活？然后美国警察依法将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之前，所以也不可能指望美国警察看到有人遭危难说我来救你，不顾安危，这不是人民警察。所以说呢，当地的帮派抢着发现华人特别好抢。就知道问华人要钱的时候要更多的钱，并且可以更多的去恐吓华人，因为反正知道你不会反抗，而且也不会报警，相当于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 repercussion， 没有任何的后果 bonanza，一个富矿带怎么抢就是软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了对，专捏软柿子嘛，对吧？而且你们一群人都是软柿子，这就会出现说围着一个特别有钱的留学生盯着他抢，在他家门口就驻扎了。camping 带着自己一家老小全在那堵着，每天要钱，这种盛况已经成为了都市传说了。所以说更多这种事儿呢，伴随着老留学生人少，然后现在留学生井喷，甚至到有点过多，再到美国自己的一些宏观环境造成的影响呢，当然了，对活这种应该是人最关心的问题，原来大家好像不太关心，现在关心了，意识到安全这东西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呢，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因为说到底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不可能说我觉得很安全，枪击在脑子上还觉得说还真的很安全，就是美国就一切都是很安全了，是吧？这个是不现实的。然后在一些高物价再有这个学历贬值再有这个学术造假再有这个大街上 ICE 还有 MAGA 种族歧视枪击案等等。我自己在波士顿的时候，光天化日，中午1点钟，就拿着枪在大街上就这样杀的。你说在中国这么安全的环境生长的孩子，什么时候会把
学校第一天给学生做的安全教育当真，告诉你说啊，如果发生枪击案，你应该怎么办？以一个什么姿势躲在什么样的公众障碍物，比方说汽车是哪个部分最防弹，对吧？如果报警的话，是什么样的报警来的最快？是校警来得快呢？州警呢？市警呢？transit police 呢？哪种警察管你的事儿？哪种警察会比较在意你？这些东西一开始去的中国学生谁会把它当回事？但现在呢，大家都当回事，是吧？发现确实是这个普遍真理还是存在啊。那对美国的祛魅呢，那肯定也是这样，所以才有我们说的爱国啊等等。一定程度上，这不是说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说对政治啊这么了解，更多还是出于对自身的安全、自身的利益、自身未来的发展考虑，是很现实的东西。我们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呢，就是看清楚了，因为在台湾以美论也是在加剧当中哦。我们看到他就这次伊朗啊，本来想说，哎，是不是跟委内瑞拉一样可以速战速决？怎么打的这样子还5-5分呢？5-5开啊，就感觉让大家觉得说，哇，这样子你说美国你要来保护台湾，很多人是不太敢相信的。这个我们来问历史哥，现在对于这个亚太地区台海问题上面，台湾岛内的以美论是非常加剧啊，那更不用说特朗普在访问北京之后那一番就是上飞机前的话，直接是对于台独狠狠一巴掌拍死在地上啊！就是他不希望有人是依靠美国来做独立的事情，而且他也不会打这个9500海里之外的一场战争。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美国自身衰落，其实也让台湾的信任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动摇呢？首先呢，这个问题刚好可以接续到我上一 part 还没有完全讲完的这个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个美国人到底自我认知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这个就可以来回答以美论的前奏。美国自己都以美了，那还别人不能以美吗？这个台湾是最奇怪的啊！就美国人自己都怀疑自己美国的制度有没有问题，然后美国制度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这个精英领导阶层，他设计这套制度，他原本以为他是滴水不漏，但是呢，刚才少讲了一个最后关键要素。我最后补上，就是新媒体的出现。新媒体的出现，很大程度的打穿了传统媒体这个非常强悍的一个金钟罩。这个金钟罩怎么打穿呢？首先，新媒体有几个特质嘛。第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第二个，它可以把在不同地方的少数人变成网络上的多数人。那具体的呈现就是网络新右翼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网络新纳粹。那 MAGA 就是网络新纳粹最佳的呈现呢，而这些网络极右翼，他们集结在一起之后，发现哇，我们人好多啊，我们声音好大，我们声音好激进的时候，他就会不免说去贬低人家，因为他们的自信心的堆砌是来自于互相取暖嘛。所以这个网络极右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透过什么？透过爱国主义的包装，所以他就习夺了原本美国梦当中最核心的一块价值。我来美国是要变好，是要向上，是要过上好生活，所以我爱美国。而他现在不是，我来美国是透过互相取暖我本来就是美国，或者我来美国都可以，然后我互相取暖，我过去很好，或者过去别人很好，那个就是应该我要过的，我认为就是这样。那至于你们这些新来的，就是你们破坏我的生活，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把移民赶走，第二个一定要搞种族歧视。第三个一定是搞族群撕裂，第四个有很强的攻击性跟贬低性。其实同样的 MAGA 放在台湾不就叫青鸟了吗？青鸟不是这一群里面最佳的一个代表吗？所以这就可以回答到主持人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台湾的这个以美论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以美论的这个核心的逻辑，事实上就是美国不再过去如此的强大了嘛。美国那套制度让它在20世纪无所不利。而且呢，最终赢得了美苏之间的竞争。虽然苏联自己挂了，但是总之他赢了嘛，所以叫做历史的终结嘛。但是进入了21世纪，他显著不适应嘛。那为什么呢？这有人做过分析了哈。就美国的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什么？总统制的民主制啊，或者叫西式德摩克拉西下的民主制。而美国这套制度产生在什么时候？它的第一次雏形是在这个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但它的形成今天这个样态，确实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华府的整个的扩展，跟美国联邦政府的成长是非常有关系。比如说很有名的这个 Federal Triangle 的设立啊，那个就是在这个20世纪开始的时候开始建设的啊。那包含后来这个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小罗斯福的推行的新政，这个都让美国的制度它是在当时是相对先进的。而美国今天的衰落也恰恰源于这个制度，它对当代的不适应性，所以就被川普给操弄、给洗夺了嘛。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它的制度没有办法应对21世纪当下全球变局，还有新媒体发展的一个状况，它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很稳定的领导阶层。你
不要说什么出谋划策，你就连政策稳定性都没有啊！川普 1.0 跟川普 2.0 都要打架了，更别说川普跟拜登，那简直是，那拜登到现在都还是一支笔呢，他连个脸都不给他呢。这个动不动了，这个从 Sleepy Joe 变成 Cracky Joe 啊，他说他两个都喜欢，所以他会交互着用，然后还让现场去投票，这种羞辱前元首的模式。那代表什么？那以美论的核心其实来自于美国，所以今天台湾这个以美论的上升，其实只是美国内政问题外溢到全球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是他为什么特别的感受深刻呢？因为就在上一趴好也跟主持人报告了，关键就在于说台湾人对于美国的迷信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这个全世界都对美国产生这个疑虑的时候，只有台湾坚定的站在美国这一侧，而台湾超过60%啊，这个非常的挺这个美国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最大问题，过去信的有多深啊，未来崩的就有多惨啊，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状况。那这一群人是谁呢？这群也不是我们全部的台湾人，现在我要把它严格的划分，我们要借用解放军现在的标准用法，叫做民进党当局，叫做台独势力啊。所以这些台独仔、青鸟仔啊，他们现在崩的是特别厉害，所以他们现在攻击性很强啊，一天到晚到处骂人啊。今天我这个发了一片，我采访这个澳门永利的林志玲总裁、琳达总裁的片，结果呢，这个是个非常 soft 的，我们就在讨论澳门怎么起家，他怎么把永利在澳门落地。你知道他是个美资企业嘛？他是这个从拉斯维加斯来的，就他下面竟然有一个人反复留言说：“历史哥李义修啊，他还不叫我历史哥啊，历史仔李义修，5年内你一定会坐牢，原因你自己知道。”啊！我的天哪，就这么疯啊！我就聊一个澳门的发展史，就聊一个永利澳门的一个成长史，就聊一个琳达总裁的女力领导，然后我就要去坐牢5年吗？就是他们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而且一个账号不够，2个账号来凑啊，就偏偏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下面再多人骂他，他不管，他自顾自的继续说自己的话，继续骂。他们可能是网军啦，必须要上班。所以这里，但如果是对，也有可能正常，因为我去查了。他这是反复骂我100条以上了，所以也可能是网军上，我不知道。对，但是对，但是中间我们可以讲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问题还有一个点嘛，就是为什么会产生以美论跟动摇？除了美国自己的问题之外，他现在中美竞争下，他赢不了中国。然后第二个，这个台湾人在这一波里面完全找不到站位。那最后啦，哈，这个还要讲一个。以美论还来自于什么呢？还来自于这个民进党台独神主牌彻底的被摧毁。因为过往最信美国的其实不是一般的台湾，是台独派。你看哦，那个最坚定台独的台湾民政府，他永远举着一支台湾民政府旗，再举着一支美国国旗，说我们要成为第52个州，我们一定要加油。哦，虽然我一直不太懂到底为什么是第52个州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它里面的论述就是美国会帮忙嘛。那基于2点嘛，台独的神主牌有2个支撑点，第一个叫主权未定论，那是基于什么？美国对华政策的模糊空间，故意不说清楚的，到底是 acknowledgement 还是 recognize 啊？我不知道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做法嘛。第二个，这个就破了嘛，因为川普讲得清楚，我就不支持台独。第二个是什么？以美谋独嘛。那川普也讲更清楚了，9500里开外，我是不会帮你打仗的。所以这2个支撑一抽掉，台独现在是尽瘁。然后呢，他们其他神主牌，包含像是核能神主牌啊，从反核变成反核，返回核能，所以他整个他几乎是没有立论可以支持啊，更别说其他什么 LGBT。虽然当然我们是非常尊重性别多元问题的，但是你也知道 Trump 那个人，他就是要 there is only 2 gender 嘛 ，man and woman 嘛，那就是每天都在讲这个嘛，所以现在这一股逆流，其实导致这个以美论是美国自己内部的剧烈的震荡。当然我必须说，虽然这样讲可能不完全正确，不过 Trump 所代表的，他说他们叫 common sense， 我觉得川普哦，他也是一种美国的回档修正的过程。当然，他是不是完全正确的走向正确的修正呢？我不敢把握，这可能问原点更清楚，他对美国观察更清晰。但是有一个点我们倒是可以说一下，就是这个美国的3种样态啊。上次我跟这个王骁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给讲了哈，这个应该挺有趣的。大家有没有看 NBA 啊？美国国家这个篮球职篮啊，第一样态叫 Michael Jordan， 我赢你，所以我各种恶心你啊，我就是神啊，我就是统治这世界的王者。第二种样态叫什么？第二种样态叫 LeBron James 样态啊，对，他就是宣布我要加入迈阿密，这样抱团取暖啊，不只要1个2个，那 1 那 2 那 3到 那 7啊，这个抱团取暖我也一样恶心你。第3个真打不过怎么样？就是凯文杜兰特时间 ，Kevin Durant 真打不过我就加入你啊，我就跟你一起来抱团来恶心别人。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美国刚刚好走了这3样态？
美国在1990年后一超多强，不就是 Michael Jordan 吗？对，Michael Jordan 就是90年代公牛王朝，不是吗？2000年开始，这个 LeBron James 横行霸道的时候，小皇帝时代，那不就是怎样？我抱团取暖，我来达到冠军嘛。到了2020，到了2000年末的时候，2010年后期的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什么？就 Kevin Durant 抱团直接加入金州勇士队拿冠军，那对应的还可以对应得上啊，这还是挺神奇的。所以呢，这个理论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历史哥做了非常多生动的譬喻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不光是这个美国自己的以美，台湾的以美，那反过来哦，我觉得在岛内就是台湾本身的舆论风向的转变，美国也有发现哦。那所以体现在哪边呢？就是最近韩国瑜率团访美，给予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哦。反倒是之前赖清德任何想要跟美国的接触，我们知道他好像一直在得罪特朗普嘛，所以感觉上面好像民进党一直在跟共和党唱反调，反倒是一直跟民主党拉得比较近。可是这一回共和党，或者是说这一次这个韩国瑜访美的高规格，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美国对台，甚至是应该说明确的讲，对民进党的态度有所转变，不再一味的绑定民进党？我们来问苏恒。在我来看哦，你说美国是不是真的一面的绑定民进党？我觉得美国其实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不管今天台湾哪一个政党，他们只有一个工作，就是要为美国人的利益来做服务。就不管今天他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最终你还是要服务美国人。如果今天你不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不管你是什么党，他都会抛弃。那只是他现在在他来看的话，就是究竟今天是国民党能够更加捍卫他的利益，还是民进党更能捍卫他的利益？我觉得他们现在在看的是这件事。所以正确来讲，我觉得他们挑的不是党，我觉得他们挑的是人。他们现在在看的是哪一个人能够去有效的维持美国人在两岸、在台湾或者在第一岛链这边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美国人呢，比如说像这个古立言，虽然大家很多人对于他的地位或者对他的说话的这个成绩到底有多大，有很大的问题哦。可是不管怎么样，他毕竟还是 AIT 的处长。那他其实呢，他就会告诉大家说呢，他觉得赖清德是有再去传承蔡英文的一个这个两岸路线的一个政策的。他觉得赖清德是在做维持现状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所以呢，他并不觉得赖清德的路线上面呢有任何的一点点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可以也可以解释说，这个可能是对于赖清德虽然有所不满，倒没有到非常的不满。那其实他现在也在看啊，这个郑丽文、韩国瑜，或者是大家一直在讲的那个吴秀燕。那他们有没有可能在2028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那如果今天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的话，那他们到底能够为美国的利益捍卫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其实从最近的军购案就可以看到几个人不同的态度嘛。对于卢秀燕来讲，他觉得这个对美采购的军购至少要高达1兆。那这个韩国瑜呢，则是认为说，他觉得还是要尽量的去通过这些预算。那郑丽文会觉得说呢，今天呢，重点不在于金额，重点在于说你有没有要价书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3个人对于美方采购军火这件事情态度就已经不一致了。那当他们态度不一致的时候，美国人就会看那谁能够给予美国人的利益最大。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今天美国人他不是一昧的绑定民进党，而是在过去呢，他会评估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民进党比较能够去捍卫美国人的利益。比如说像今天美国人要台湾人吃含莱克多巴胺的牛肉，如果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的话，就执政当局是国民党的话，这个案子可能就卡住了，可能要推都推不动。可是因为当时是民进党，所以这个案子一下就推过了。或者是说今天要对美采购的时候，那现在是因为可能在这个立法部门的这个席次当中，那很明显的是这个在野的席次比较多，那他可能卡住了。可是不管怎么样，他利用他的舆论的压力，还是利用什么样的力量，他还是让台湾在立法部门里面去通过了大概这个3800亿加2的这样子一个版本出来。所以你就很明显看得出来说，今天民进党其实确实在台湾内部的控制上面的力量
是比国民党更加强大的。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哦，美国人可能会比较主义民进党，因为他至少能够在捍卫美国人的利益方面，他做的比国民党更好。现在民进党感觉上面好像看到韩国瑜去到了美国，要借力使力，要用韩国瑜来打郑丽文这种捧韩打郑的手法，这能反映出来民进党有更怕谁吗？你怎么看？这个民进党捧韩国瑜打郑丽文，是不是代表他们比较怕郑丽文？我也不会这么觉得，我不觉得民进党今天有特别怕谁的这个问题，他们只会觉得思考说谁是相对来讲，他们可能在未来选举当中是更好打，或者是说在现在这个时机点，哪一个策略对他们会更加的好用。那其实可能他们会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先把郑丽文打下去，后面慢慢再来收拾韩国瑜，他们有可能是这个想法，也有可能他们会觉得说今天他们只要拼命去打郑丽文，至少他们可以拉拢到国民党内部亲美派的这些支持。所以其实在我来看呢，我觉得并没有办法去说明民进党更加的怕谁，只是他们现在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思考说哪一个更符合现在的利益，或者是更加符合他们可能在下一个选战当中他们会更好打的一个状态。他们其实做每一件事情最终都还是去思考我的选举的策略到底会是什么。好，来问一下历史哥哦，就是现在目前岛内这种乱象啊，你认为现在两岸的这种互信啊、稳定发展啊，是不是才是对于台湾来说现在是更重要的？虽然说台湾的所有的聚焦啊，通通都是在目前的选举上面，我们但凡现在打开任何的媒体啊，或者是自媒体啊，现在大家全都在炒这个选举相关的话题哦。是啊，就是说两岸交流那肯定是所有两岸互动的一个基石嘛，所以看到两岸交流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会在这一波快速的崛起嘛，不然否则你回推3个月前谁理郑丽文啊？那么他能不能当个好党主席都根本就没理他好吗？这个其实郑丽文的崛起就是看到了全球的一个大浪潮嘛。就是说中美之间它有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虽然剧烈，但是它不会完全破坏掉彼此，不会是你死我活的死斗。最近美国的很多智库，尤其是对华鹰派啊，出了一大堆啊，这个报告看都不想看了，就是简单来讲就4个字嘛，那个就是要继续冷战啊，这种完全对抗的意思。但这个很显然就不是美国现在坚持下去，但凡美国有办法执行这个方向，那早就已经执行了，不会拖到现在。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看到这个大势的人还是太少了。郑丽文绝对不是那个完美的解答，但郑丽文至少是看到那个解答的人，所以他去了北京，得到了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非常高规格的待遇。到了美国，引动了美国一大堆的学者，包含在 MIT 啊各个地方啊，尤其最有名的就是 Graham Allison 嘛，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发明者嘛。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发明者，他影响了美国今天多少学者、多少官员的思维啊！美国其实他们也在做一些改变，但是这个改变知道的人有，但是推动的人还不够，力量还不够。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两岸的交流就是要拉近这个温差，而且两岸之间本身也存在着极为巨大的温差嘛，但是也不是不能调试，这靠什么？靠我们能够穿梭两岸的人努力来做。民进党不要穿梭两岸嘛，所以你看梁文杰那家伙疯到连什么连翁来谢 K 啊，凤梨世家都在乱。凤梨世家都变成火龙果了，对不对？切开里面是白色，吃起来是红色，非常的可怕。这些人的发神经，正也代表着说他们在穷途这个末路这个上面，他们找不到那个方向。可是这个全球大势怎么去走，我们是很清楚的嘛。就简单来讲，现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个都不能少嘛。怎么说？那这一个都不能少，你台湾要有人站出来，那就是为什么大家常讲2026、2028是非常的重要，因为26民进党输了，才会有28有机会让民进党再输一次，28民进党输了才可以告诉大陆、告诉北京说，是的，我们台湾、我们台北的力量已经成功，靠自己的力量翻转了两岸要火车对撞的这个态势嘛。台独其实一点都不可怕啦，台独搞出来的幺蛾子，搞出来的擦枪走火，那就真的可怕了，真的会搞得大家这个不要说乌烟瘴气，是烽火满天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人批评呢？因为这些抗中保台，它有几个层次，最后讲3个层次。第一个，这个已经形成了相关的利益产业链了嘛，抗中保台那吃的脑满肠肥的一大堆啊，所以你现在搞它，你说不要抗中保台，他肯定跟你翻啊。
这个对吧？这个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啊，就他意识形态同不同意你是一回事啊，但是你搞他钱，他就跟你火了嘛，对吧？不然这个我们翟轩也不会那么辛苦嘛，对不对？但是也很好，我觉得创造两岸的交流嘛，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这个里面还是牵涉到这个对于未来想象的一个差异，因为台湾人已经长期想象台湾的未来就是继续保持的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什么意思呢？就是维持两岸分治分立的一个状况。但是两岸分治分立的状况，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啊！现状从来就不是真的一直是这个静态的，现状是动态的 status quo 这个现状这个名词啊，就骗太多人的意思，现在搞不清楚，所以很多人到现在依然怎样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小朝廷，然后觉得自己好像这样可以永远千秋万世下去，是这个样子吗？那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嘛！我们所有对历史有所洞悉的人都知道会有变化的。第三点，现在愿意站出来啊，就是终结这个状态，或者说不要说终结，至少告诉大家这个状态不是这个样子的，两岸必须得交流，交流才有和平，而和平的基础是什么？两岸必须讨论彼此的未来该如何在一起相处，这个是很关键的嘛。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呼应现在全球大势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不可能也不会被任何力量所阻挠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趋势它是呈现在方方面面，包含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在制度方面，在人性方面，在整个现实层次方面，在科技方面各个方面的一个状态。所以啊，这个希望啊有更多的人呢可以了解到现在整个局势的变化，可以一起来创造未来的美好。是，最后请三位都帮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从美国现在的兴衰、美国的变化来看到对于两岸可能造成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哦。那我们请三位也都小小总结一下，就是就您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中美之间还有很多次的会面，会不会在我们可见的这未来下半年就有机会看到更进一步？借由中美之间，比方说像特朗普可能再讲出什么话，然后影响到未来两岸的发展呢？那我们先从圆脸开始，我们大概3到5分钟，你总结一下你的这个整体观察。谢谢主持人。那我呢做国际内容比较多啊，那我的频道呢最近比较关注霍尔木兹问题。那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接下来还要接着封锁，接着打。那石油的问题再不能解决的话，那或许就像 Jeffrey Sachs 教授所说的，人们所习惯的持续了几十年的廉价的化石能源发展的时代呢，已经彻底结束了。那么这个造成的全世界的影响呢，就我相信，即便是台湾不太愿意了解国际政治的朋友们呢，也大概能够预料到，是吧？霍尔木兹开战以来，全世界的一切发生的变化是多么的庞大，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代呢，应该也就过去了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如果希望了解一点点现在严重影响自己生活的国际问题的话，那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敲门的问题，就是以什么角度来看待现在的国际的动荡的局势。你如果不把自己带入，比方说中国人的一个角度的话，那么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来看待现在的这个问题的，只能两眼一抹黑，装瞎或者装鸵鸟，对吧？你不可能把自己当成美国人嘛。除了在一厢情愿，美国人自己说了不想跟中国打仗，但是呢，亲美派人说美国会为了我跟中国打仗的。美国人说的不算，他比美国人懂美国。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现在的法国人开不起空调，但是有一些不知道什么的用中文在那说法国人不开空调，法国人根本就可以的，60度法国人不会热死。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是一样的，还是广为传播啊，大为存在，所以也是令我感觉非常的震惊。如果想要有一个美好生活的，想要迈向未来的，应该是时候看看这个世界，然后看看身边的发生的这些乱象，看看是谁在维护正义、维护稳定、输出繁荣、输出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二个方面就是两岸的交流问题，刚刚几位博主说了，我也感觉非常感动。因为虽然我是大陆博主呢，但是我是在外网做起来的，很大程度上我跟各位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啊，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打压。那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说你们在，比方说翟老师呢，在台湾岛内受到的很多的压迫或者针对的打击呢，我在 YouTube 也受到过，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发内容也都是限流的嘛，对吧？demonetize 反正也没钱的，然后还要遭受很多的我们不展开啊，这些东西我都了解。但是对于更多的台湾朋友来说呢，历史大势这个东西，很多台湾朋友
会有所理解，说这是一个非常宏大，但是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东西。它不是远在贴边写在新闻里，好像是属于一些政治人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甚至不光是我们台湾省的朋友了，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吧？菲律宾啊等等的华人，其实都是每个人都是有心里共鸣的。所以最近这个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出来之后，新加坡就疯了嘛，疯了一样。联合早报在那说什么啊，我们不是一个国家，什么警惕统战等等，我们就是说自己家里的事情，说家事。哎，他先急了，他为什么急了？这个答案其实很明显，是吧？啊，一样的，我们这里不去说，省得到时候再说什么啊，什么威吓之类，越心虚越说明你没。对，特朗普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他在飞机上面说完那个话，他前脚一说完啊，我们在跟我们频道的美国的嘉宾聊的时候呢，人家就说哇是不一样，我原来以为他会硬一硬的，结果这样都不硬的话呢，不是说光跟中国的问题，是其他国家也发现说原来你不行啊，原来你不行，那么我还要被你欺压在身下，我还要被你剥削吗？是吧？甚至包括我们频道的日本跟韩国嘉宾，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要3000亿的重建资金，然后路透社放出消息说日本跟韩国跟马来西亚会出这个钱，我的拍拍脑子想，马来西亚会出这个钱为以色列侵略伊朗，马来西亚甚至包括很多其他国家，像什么巴基斯坦一样，有我们频道的嘉宾说，他们国家的护照上面都写，我们这个国家持这本护照的人，我们不承认以色列，指望他们为以色列侵略伊朗去付钱啊，是吧？实际上这些东西展开，我们台湾省的朋友会发现，这个世界现在很乱。然后呢，我们中华民族，往胜利的方向在行进，时间和胜利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说不要被现在的那些小小的困难所遮住双眼，认为它有多可怕。很大程度上，如果现在的困难问题比较多，解决之后呢，也会成为我们之后对我们子子孙孙炫耀的时候的谈资。那么中华民族大家都是共通的，歌颂祖宗这个东西大家都懂，是吧？你要是当初什么都没干的话，到时候你要子孙怎么歌颂你嘛，对吧？所以现在假如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话啊，儿孙绕膝的时候，你就不用像巴顿将军说，你不用到时候啊认到，哎呀，当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回归了，打败美国的时候，爷爷奶奶你们在干嘛呀？就不用把头埋低，然后假装好像不经意的看到了外面的什么东西，说哎呀，今天天气不错，对吧？很骄傲的说，爷爷奶奶当青鸟就没办法回答了，是吧？爷爷奶奶当时当青鸟，爷爷奶奶当年是青鸟啊，太丢脸了。电锯网军，那多没意思，这很现实的问题，其实也离得不远，对吧？孩子都不认了，这样。好，同样问题来问一下历史哥，你觉得这美国跟两岸之间，现在就美国对两岸造成潜在影响？我想这个美国对两岸的造成的潜在影响，这依然是巨大的嘛。就是说，美国它的整个的帝国的重构啊，用一下高志凯老师的说，今年是美国治世终结的一年嘛，所以这个叫做国际秩序这个替换期啦。那台湾作为第一岛链，其实就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前沿嘛，就中美秩序的前沿。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纯军武的一个来说，其实第一岛链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从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台湾内部这个依然残存的非常强大的美国的一个力量，而且对于美国是一定的亲近，而且甚至我们都知道，在台湾里高喊反美啊，这个是不行的啊。你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以美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高喊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反美，那就是很大问题。哎，对我说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你不能说完全。他说美国人会不会来救啊？比如说美国当地也派兵来不啦？哦，我干嘛不会呢？哎，这个是一种以美，没错，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派兵来？我觉得不会啊。但是这是一种以美，可是你这样讲还可以，但是如果你斩钉截铁说美国人骗人的啦，美国都是骗人的，那完蛋了，那你这个很难搞了。你这个当一个村口的大爷，或者是当隔壁泡茶阿伯就是泡茶这个泡茶的阿伯那还可以但是如果你真要竞选，你这个真的要小心一点更别说比如说公开跟美国人发出质疑之声的谁呢？高金素梅，你看我们最勇敢的原住民的领袖，结果你看他被整成什么样子了？有一个10几年的老案，然后这个拖出来各种监找拷打，然后他的这个干部这个艺人马祖卡的岳父，哇操，那么这简直是完蛋了，这个被重判刑求还比他本来还重了，而且所有信息都是打满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看的话，美国对我们整个的影响，它不仅仅是直接的影响，它还有间接的影响，还有寒舍的影响。不过我觉得我也非常同意袁炼所说的啦，我们民族的
这个强大跟繁荣啊，它其实是本来就在历史上强大繁荣的。我们本来老祖宗就很牛逼，好吗？只是大家啊，这个因为你也知道，民进党的课本去中化去的太厉害，大家搞不清楚。再加上现在学生其实老实讲，读书也不是读得很板正嘛，所以呢，这问题也是挺大的。然后还有媒体的跟进，很麻烦的。像我今年就是先去祭了这个皇帝，又去祭了伏羲，再去祭了李家隆功啊，就是陇西李氏的这个源头啊，当年唐太宗李世民钦定下来的这个李家隆功啊，到今天虽然建筑是明代在重建的，不过里面有一些啊这个遗留的还是这个跟唐代留下来的，还是相当的屌的啊，只能说祖先真的很厉害。那这一股光荣跟文化历史的积淀，它其实是你自我认同、自我重构、自我立足世界当中最重要的资本。人如果没有一个站位，他是无法视清自己的本来面目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不了解。你总得有一些立场，你总得有一些角度。如果你既没立场也没有角度，你是没有办法认清这个世界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基本上你只是一团混乱。那这个混乱就可能被人家操纵跟利用，那就是变成栖鸟，变成黑熊嘛。他们就是不断的反思自己的内心，内心如同深渊黑洞一样，啥都找不到。所以这也是赖清德现在最大的困境啊！他反复强调台湾400年史，先是被原住民打脸，所以他得处理高金素梅；再来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叙事的时候，他是毫无抵抗之意，所以每天讲一些543的，对不对？一下长毛象，一下金丝猴，一下四不像路，就是怎样团结思想讲都讲不完，想在期待第5讲也听不到。这就是台独现在最大的矛盾，跟台独现在最大的一个天线。我自己啊，在大学的时候对台独理论那是知之甚详，我们的教授大部分都是绿的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是很清楚的，也在这一层一层认识当中呢，重新去思辨跟思考，才摆脱了既往这个家庭所给的这样的绿色思维的窠臼。所以我相信啊，人都是能走出来的。虽然成见是心中的一堵大山啊，但是大家别忘了，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愚公移山嘛。所以我相信。祝愿每个人都可以当你心中那个愚公，因为移除你心中的山，它不用像物理一铲一铲的，有的时候只是转念之间就可以速地达成的。所以祝愿大家都能够在民族伟大复兴当中找到自己的叙事。对，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的觉醒哦。那我觉得苏恒的感受一定是特别深刻，因为苏恒做这个两岸交流非常多年了。那我也是看着你这样一路在可能饱受这种压力啊或批评哦。那今年当然很明显的整体的风向也好，或者是说大家更看清楚美国的立场。可能是不会为台独而战的，是不会来打这一场仗的。那你怎么看待接下来美国还会为两岸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你也看待目前两岸接下来的发展会是往就是更多交流、更多这种像你在推动的事情那种方向，你是乐观看待的吗？在我来看呢，其实我并没有到非常的乐观，因为其实刚刚仔仔讲到了，就是在过去呢，可能很多民众会觉得说，哎，你们为什么会是希望去提倡两岸应该要交流啊？甚至因为我们是所谓的统派嘛，对吧？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没办法去理解，哎，为什么你会主张两岸应该要统一啊？过去是民众不了解。但是当局呢，他们基本上是不管。但是呢，到了后面蔡英文上来之后呢，我们发现到，因为必须讲，很多人讲缉毒就是缉统，就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他们的倒行逆施的作为之下，越来越多民众认知到或者认识到说，哎，我们可能过去我们所谈的、我们所提的、我们所讲的，其实很大程度上面，可能在他们现在来看是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多民众可能是站在我们这边支持我们这边，但是我们却看到的是这个当局的力量是越来越大，就莫名其妙突然间一个国安法就来了。莫名其妙一个反渗透法就来了，然后告诉你说，我一求刑求多少？求10几年，求20年，然后甚至呢那个罚金吓死人。那我们也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法院里面的判例，就当大家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好，现在到底是法院是民进党开的吗？所以就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状况来产生。那但是我所幸的是，在两岸交流的这一块的时候，第一，台湾民众越来越有兴趣。那当然，可能大家有兴趣的方面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对高科技有兴趣，有些人可能对这个经济发展有兴趣，或者有些人对农产品啊、渔产品啊等等之类的很有兴趣。那大家在这有兴趣的领域当中，都可以在中国大陆上面找到可以交流的内容跟对象。那大陆也很积极的努力的在推动这一块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推动了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的这样子一个政策。那我们也看到那个郑丽文主
主席去访问这个北京之后，那北京呢也在第一时间呢也提出了这个10项的会台10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出来。其实在的都展现说，大陆的态度是，哪怕今天你台当局要刻意的单方面的去阻挡两岸之间的交流，但是大陆这边呢是积极努力去推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两岸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对抗的状态。那美国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虽然我们看到川普在访问这个北京之后，他在他的总统专辑上面就告诉记者说，给我向保证是已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东西了，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不需要理他了。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告诉你嘛，这个我们不会跑到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我们不会，我们也不希望有人以为有背后有我们美国的支持，他就可以搞台独等等之类的。美国已经展现了一个态度是，你要我为你出兵，我扣零的代际，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讲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台湾人要自己去努力啊。你们台湾人要自己去想办法啊，要打仗你们台湾人要自己去打啊。这个川普虽然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是你很明显看到美国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在告诉你嘛，你们要有一个所谓有自我防卫的决心，你们应该要展现你们自我防卫的意志。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必须要为美国而战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什么你们台湾为台湾而战，没有。今天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冲突的话，获得利益绝对是美国，不会是台湾嘛？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如果真的两岸发生冲突，战场在哪里？美国爸爸牺牲的。对啊，在哪里？战场在台湾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不是为台湾而战，你是在为美国人而战啊！你就是做这件事情。那今天如果说，其实在我来看，如果今天当我们在台湾很努力的在告诉大家，我们希望要有和平，这也是台湾的全民共识。我们应该要希望维持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交往对话交流，我们应该通通都要做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来了，和平是个动态，它是非常脆弱。我们大家都知道嘛，过去乌克兰跟俄罗斯也保持一定的和平稳定的状态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很多的现在可能是战场的地方，过去也是一个和平稳定的状态啊。但是和平一下子就被破坏掉了。分分钟的事情，今天只要有人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它瞬间就没了。那我们要如何去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稳定的状态？在我来看，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两岸统一啊。今天当两岸统一之后，请问一下，谁还有本事、有能力把手介入到两岸之间的情势当中？谁还能够告诉你说，我没有办法接受有人片面改变现状，我没有办法去接受怎么样？你接不接受关你什么事情？两岸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关你什么事情？你接不接受很重要吗？可是现在美国人接不接受就很重要，因为台湾现在脑袋里想的东西就是，我们只要维持现状就好。可是现状不能维持，现状是很脆弱的。如果今天你想要维持现状，唯一的方式就是和平统一。我觉得其实今天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你应该要告诉台湾民众，你如果说我们想要维持和平的现状，我们就应该要去积极的去找出两岸之间的终局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美国对于两岸之间潜在的干涉跟影响力。今天我们大家常常在讲美国怎么样，美国这样，没有错，台湾现在确实对于美国人是怀疑的态度，多数民众都会觉得，我们怀疑美国人到底会不会为台出兵？先说一句啊，不用怀疑，美国人不会来。可是问题是，还是有很多的民众对于美国有很多的期待啊，还是很多的民众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多买一些武器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什么融入到所谓的民主同盟价值体系里面啊。可是当你现在发现到一件事，什么叫做民主同盟价值体系？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根本就不存在，从头到尾就只有自我利益的实现跟满足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要摒除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的话，或者说今天我们要避免我们可能被美国所操弄，成为美国的第一线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思考两岸的终局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积极努力的去思考或者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只是等待美国人来安排我们的人生，我们如果只是等待着别人来安排我们的规划的话，那其实在我来看，我觉得我们很难为自己谈出一个和平稳定的未来。是的，谢谢三位精彩的分享。本来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之间的事情就应该是由我们两岸中国人来做解决，这是其实你直觉的来想就是如此啊。为什么要插另外一个民族进来干涉这个国家内政呢？这让大家觉得是相当奇怪的。所以谢谢今天三位从美国现在目前的兴衰，然后到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台湾现在的政局，还有今年的选举，大家都有非常深刻的
的个人经历以及观察的角度的分享。那我也期待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跟我们几位这个优秀的博主一起来看齐，一起来关注就是全世界的局势，以及影响到我们两岸的局势接下来的发展。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加入，谢谢，拜拜，拜拜。